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四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7季。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购物、外卖、旅行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共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智能电混四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很高兴又一次在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见面，我是 offer 加油团的陈明。小胡，给你介绍一下，这一季我们观察室还有一个特别来宾，百事酷宝，他将和我们一起见证实习生们的渴望之旅。截止到上一周，实习生们的多类型节目考核已经全部结束。踢馆实习生佳宁跟李雨佳是再次同台竞技，非常遗憾，佳宁没有踢馆成功，那已经提前离开了。那还有一位实习生是让我们非常揪心的，子泰，因为圆桌访谈的表现其实非常好，对，所以子泰，我想跟你说，虽然你没有获得导师的分，但你获得了我们的灯，我觉得也是对你绝对的喜爱和肯定。但是还得提醒，因为依然是0积分，而考核已经过半，后面的课题不要再蛰伏了，强势出击，扶摇直上，一定要争取拿到终极面试的机会。祝你好运！当然，本周呢，实习生们将迎来新的课题，这个课题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内容，它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不分年龄层，全部都爱看。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会直接在上海电视台大屏真实播出。哦，虽然之前他们在直播当中也已经显露了自己的身形和声音，但是那是小屏直播，而这一次是电视端的大屏直播。真实的节目，真实上大显身手的时刻了，所以各位凹粉们一定记得打开弹幕，体验花式弹幕互动，见证令人心动的 offer 花落谁家，到底是什么挑战？第一段 VCR 一起来看。啊啦啦啦啦啦，上班了，拥抱太阳。咦，我们是最早到哎 ，yes， 这预示了我们3个人即将获得第1名。谢谢，太好了，这个冠军之组来了。别整了，于哥。太有缘了，电梯偶遇。哇！现在大家完成上一轮挑战的，大家元气满满，松弛多了，松弛多了，已经适应整个的节奏了，觉得大家。老师早上好，早上好，老师好，好准时，你俩。他们仨还有一个王玉。嗨，早上好。Hello，早。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今天很像陆家嘴穿搭呀，他们都这么说。呀。陆家嘴穿搭金融风。早上好，早上。你看起来休息得好很好吗？你看起来好疲惫，你刚刚转过来那一瞬间。是我长得比较疲惫。不是。刚弱弱的那一声早。哟，巩俐来了。嗨，我是巩开，还巩俐呢，折煞我了。你是巩俐哩哩哩哩。好。你俩已经没救了，此刻。早上早。早。晚上好。早。早。早。玉佳，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拿个笔记本，我要给你布置个任务。我觉得你太瘦了，我希望你强壮一点。我给你布置个任务。你们现在有时间锻炼吗？有，回去是有时间的。那你做什么锻炼啊？我可能现在不太做锻炼。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就是让你长点肌肉。就倒也不是完全为了出镜，就是你这个状态，如果是再挺一点，就需要点背部肌肉。所以我大概想一套动作，有时间就多做几个循环，没有时间就是1个循环、2个循环。好，第一个是50个开合跳，开合跳知道对吧？对。OK， 好，深蹲15个，跪姿俯卧撑12个，平板30秒。接下来就是练背部的，2头翘，然后手是这样。对，2头翘，然后手这样，16个。其他人都巨紧张，为什么突然叫他进去？报了个健身班呀。好，接下来来个拉心肺的burpee 跳。这个是什么 ？burpee 跳你知道吗？不知道。我问你们哪个男生会 burpee 跳的？什么跳？我会。都会。你给他演示一下 burpee 跳是什么？我印象当中是蹲下，对，然后手撑地，然后脚弹开，再回来，再跳起来，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对。好的。对。我在跟他弄一个就是每天的小 hit 的一个操，你们要愿意可以一块练。那个波比跳很累的，他们应该平时都练。巨累，就陈真老师给的这一套就累趴下。还得是体育主播啊，很燃脂。你平时会运动吗？我就跑步、游泳多一点。我跑步的时候会想象自己是一个巨星，听一个那种很嗨的音乐。对，然后边跑步边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演唱，非常有成就感。也是有点表演性人格的。对，然后跑完一会儿什么都通了。啊，这其实很减压，可以。好吧，就这样1个循环。好，多练几个。就太累了不一定需要，但是我觉得早上这个做完之后人会觉得精神一点嘛。好的。主要是要让背上长肌肉，这也保护你的脊椎。等你年纪大，你就会知道还是很管用的。好，谢谢老师，认真练。聊完了。我没聊，我老师让我练背、练肩。为啥突然让你练肩背？因为我驼背啊。啊，你没有驼背啊？我驼呀。哇，陈老师还教体态，对吧？我列个电子计划表，你们将不会再看到我驼下去的样子。有边腹紧绷吧？又来踢馆了？不要吧 ，No way。Hello。Hello。哎 ，Hello，凤梨。
西哥来了吧？啊？谁呀？西哥来了吧？啊，我帮你看一下。哦，在他的办公室。Hello， 早，西哥，来坐，门帮我关一下。我发现我每一次都是第一个看到的，我真是一个绝佳观景位。人追草地见你们。大家已经草木皆兵了。这是老师吧？我觉得像老师。难道还是学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对啊，老师看着都很有气场。我猜他是个记者，或者资深编导。你今天主要是给他们这个课题吗？什么？给我们这个课题干嘛？给我们这个课题干嘛？给我们这个课题干嘛？没听清。快用你的敏锐的耳朵帮我们捕捉动态。我有一种今天的任务肯定会很难的感觉。大家已经草木皆兵了。哪天的任务不难？就是会越来越难的感觉。开始剪辑吧。别了。剪辑吧，朋友。大会议室集合。哦，最害怕听见那几个字。好。你干嘛这个状态？没有啊，很开心。看见来新人了，你又紧张了是吗？我们集合吧，大会议室集合了。好，先集合。Hello， 白老师。啊，这是来踢馆的吗？对，新来的踢馆的实习生。No way， 这位同学看起来。Hello， 池姐。Hello， 马老师好。哦，老师，老师。听到老师两个字，心里如释重负是吧？放松了。我现在对这个大会议室有点 PTSD 了。他们真的会相信的。马跃龙长得年轻啊。对啊。他们是真的会相信的。叫马跃龙坐这儿吧。大家可能看到马老师进来，各位同学虚惊一场啊，以为又新来实习生了。马老师长得比较年轻，我隆重的介绍一下马跃龙老师。不敢，大家好，Hello， 各位实习生，大家好。马老师是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通联新闻部的青年记者，那主要从事日常的民生新闻的拍摄、制作。大家好，我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1线2村徐女士家里边。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还要打着伞，一方面呢是因为现在雨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是也要防止新的瓦片脱落的发生。动手对吧？对，动手怎么了？不要后悔啊！后悔怎么了？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什么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找我们干嘛？同时也担任我们新闻方节目的主持工作。大家好，我是马跃龙，在石湖门里向各位问好。马跃龙是获过2次上海新闻奖、3次上海广播电视奖，以及4次上海广播电视台典型类报道、重大主题类报道的1等奖，所以是现在我们讲的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的全媒体的特种兵。哇！那今天马老师来呢，就是帮助大家来完成我们课题5的考核，关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制作。为什么要做民生新闻？刚刚马老师在我办公室也聊了，就是这个是真正希望大家能够深入到基层一线和社会生活当中的考察方式。前几次呢，我们有在演播室的访谈，有在演播室的新闻播报，还有我们到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连线，这些可能和真正的日常生活之间的接触还是少了一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切地认识到，作为主持人，更多的是要到生活当中去，才有可能看到社会生活是什么样子，才有可能真实的去反映我们所在的社会的状态。民生新闻，这又是一个新的大类哈。会好看的？好看不好干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主要的考核内容。大家会通过新闻综合频道的民生栏目新闻方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大爆料，获取近期上海市民的爆料求助，由实习生自己联系爆料人，进行现场采访、直播连线报道、新闻稿撰写、后期配音、剪辑，独立完成一条民生报道的制作。哇，全流程一个人。我们还是分为4组，4组就是我们之前大家根据节目选择出来的4组。诗文和韵林一组，王玉和子泰一组，他们俩又一组。冯成朗被逐出师门之后，和李雨佳一组啊，以及林蔚和庞征一组，2人合作，分别完成一组5到10分钟的现场直播连线和一条5到10分钟的民生新闻片。考核时间，这是我们的时间线，一直到后天，就2天。今天下午1点钟，我们会把收集到的市民爆料求助给到大家，然后大家从当中选择自己想要报道的具体的爆料内容，通过邮件的方式来进行提交。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爆料可能有很多，有些同学可能会选相同的内容，先收到谁的邮件，谁就获得这个选题。大家在下午3点前必须提交选题。如果到了下午3点钟仍然没有提交任何选题的话，视作放弃。哎呀，好严格。我有个问题，你说，就是他们在选题的时候，怎么判断的可实施性呢？我能直接打电话过去问吗？是这样的啊，下午给到大家选题的时候，只有这个人以及基本的事情。实际上，对于这个选题是否可以进行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所以大家在3点之前提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和爆料人去进行联系的。所以大家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常识的关于信息的判断，确定了，我们会把爆料人的信息给到大家。第2个时间点是明天，明天大家的时间点是从早晨9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大家要完成3件事情。第1件，实地的采访拍摄；第2件事情，下午1点钟左右我们会和凯旋进行连线，凯旋会在这边的演播室依次跟4组来进行连线。第3个任务是要在明天9点前提交大家的文稿，不是成篇，只要文稿就可以。新闻稿发完之后，在明天晚上9点，会有我们新闻方的主编到这边来，和马老师以及我们一起来进行审稿。审稿也就是进行2审。2审之后的稿件会返还给大家，大家开始进行新闻片的制作，在后天10点半完成新闻片的制作提交。晚上9点在审片，第2天早上10点半，熬大夜，绝对熬大夜了这。不过做新闻也确实做新闻就应该这样，有点抢。具体考核得分，直播连线我们带教会评定合格的小组，每人获得10分。合格即可以，也就是说未必是一个小组，我们觉得你们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就可以给分。第2个，最优秀的2条新闻片送审交播，2组每人10分。大家在后天上午10点半提交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会选出2组送给新闻方节目。哎呀，这3天刺激太刺激了，真实工作状态太真实了。从拿选题到播2天，正常制作时间也就这么2天吗？正常制作3天都算是富裕的，就有的会更紧。新闻嘛，你得抢那个时效性。当然，最后能不能播，还要由新闻方的主编以及我们的总编室来进行审核确认。那么经过审核，如果这2组成片都在新闻方播出了，那么总编室评判为完成度第1的是10分，第2的是5分。如果只有1组成片播出，那么这组获得10分，2组都没有通过审核，无法播出，不得分。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结果？新闻方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收看，大家也就都知道结果了。天哪！好吧，
也就是说最多的一组可能能得到30分，在这一轮，明白吗？哇！这关乎着你们所有人的荣耀，我们一定要争取拨2条出来啊！这个其实同学们不用担心，因为对于我们就平时新闻方的记者来说，本身自己的报片也有废片率，也有被关片的，就最终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自己拍回来的内容上不了版面的。我们有实习生，大概在里面做了2年多，没有一条新闻稿直接上版面的。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片子没有上到电视，就否定了我们前期的做的这个调查的工作，以及我们在这点新闻当中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最终新闻片没有播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你的采访可能不到位，你的稿件撰写的逻辑有问题，包括事件可能发生了一些最新的变化，我们需要加进去。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到了现场之后进行了采访，就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对，一定是的。就每一次我们的发生，每一次我们到达现场的去推进这个事情，或者是带到这个信息，即便是没有播出，它也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又近了一步。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没有了，我们请马老师来给我们讲课。不敢，诚惶诚恐。好。我个人也非常荣幸和各位实习生一起的分享和交流。我作为民生类新闻记者的，这是非常潦草的一点个人的心得和体会。其实我在的这个工作岗位呢，是我们上海电视台的民生节目的新闻方。新闻方它的这个阅读量，就全媒体的矩阵全年的浏览量是突破5亿的。哇妈呀！我们每个月的发片的量呢，是大概在3000篇左右。3000，每一天我们可以生产出7.1条的10万加的精品力作，这都是原创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新方的这些民生类的记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奔走在魔都的大街小巷、市井里弄，为百姓去解决着各种各样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如果说以后再有人问我们实习生说在上海、在魔都，民生新闻看什么，你们可以告诉他。坊间冷暖，上海温度，欢迎走进新闻方。我是新闻方的记者马跃龙。就我们去拍民生类新闻呢，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接地气。接地气，还有吗？就是这个选题是老百姓关注的，然后经常发生的。你们2个说的这2个我都会考虑，还有吗？真实关切。对，还有吗？老师，之前我听过一句话，说好的新闻要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忧。对，你说的太棒了，是这样的，这跟刚刚前面说的都一样。一会儿再有这样废话不用说了。我就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就是做民生新闻的，这个大刀阔斧，都是特接地气。还有吗？要看到问题，然后帮忙解决问题吧。对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出来拍民生新闻是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到新闻的现场，即便是我们的画面非常的粗糙、非常的不稳都没关系，先有再优，就保证有。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民生类新闻稿件它的结构或者它的格式都不是很了解，对吧？这个呢是我在去年2、3月份当时拍的一个狂飙的大礼店，我放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新闻片子它所介绍的内容。来了解大概的新闻的一个成片后的一个格式。那么最近呢，家住嘉定区武威路的市民金先生呢，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称他家楼下的门面房里边就隐藏着一家疑似非法改装、售卖超标电动车电池的商家。接到举报后呢，记者是马跃龙，围绕着这家商铺和他上下游的产业链展开了一番明察暗访。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读的这个内容啊，说的这个内容啊，它叫导语，在你的成稿当中要有导语。这个导语呢，其实也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提纲大概的一个脉络，它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把问号打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问号，我们要展开我们的调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些正文的内容。正文的新闻内容呢，就是我们自己所要写的正文的新闻稿件了。
根据金先生的指引，记者搜到了这家名为名古里科技的抖音账号。为了取得店主的信任，记者以外卖小哥的身份，在其抖音账号私信留言，与店家取得了联系。拿到这个选题，我觉得可能需要暗访，可能会挖掘出更深的新闻要点。我是在抖音跟微信上跟你联系的嘛，我是跑外卖嘛，想弄个电动车还有电池过来看。当时我拿到之后呢，我就在我的手机号当中起了一个号，起了个什么号呢？起了个外卖小哥的号。我是想让他对我产生一定的这个信任，对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才有可能会见你。齐老板见记者爽快地支付了车辆及电池费用后，便更加得意地吹嘘起了自身的硬实力。把电池配满，能跑600公里。我的乖！那得是啥电池？就是2组，我那个电池。2组，等于是2组60的。60120。他刚刚120安时的，我们也看到仓库里有很多，他可以给你上2组120安时的，就是480公里，它甚至有比120安时更高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要相关部门的专家进一步解读它。按照2018的这个电动车规范标准呢，国标的标准，这个电压是不能超过48伏，然后这个整个的电池容量啊，就是不能超过20安时。我现在装到60伏了，72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机没有配套上去，那这个时候你会造成使用过程中的一个泛热，一个过度的一个使用，同样会造成这个电池的一个灾害的发生吧。一套标准流程。我觉得我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调查类的肯定是要化妆成某种身份去做一些事情去进行调查的，但是要有底线啊。对，一定要慎重。他化妆成外卖小哥去调查是可以的，他化妆成行政执法人去调查就是不行的，对，这是违法的。所以特别提醒你们这一点。对，就是暗访是非常态。对，暗访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一定要暗访，暗访一定不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本身非正常拍摄，在学界和业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所以暗访一定是觉得这件事情我通过其他的外围调查已经没有办法能够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这个事件本身又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时候，才要用去暗访的手段，而不要所有的东西采访第一眼想的我就是上去暗访。暗访的确看起来好看，但绝对不是常规手段。显灵老师之前做民生新闻就多吗？我们其实每天的新闻当中都有一些板块是民生新闻的，对。但是我的脸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去一线去做调查类新闻，都认识，没法暗访了。哎，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不觉得刚才那个调查锂电池，就是你的名字、形象都出来了，就是万一碰到是作案团伙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危险呢？是的，因为你牵扯到的就是他的饭碗，他的家庭，因为他的生计。对于民生类新闻记者来说，一定要敢于担当，敢于发声，亮剑。所以说我一直有这个信念，我觉得邪不压正。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帮人在帮你们去争取着，在护着你们的周全。明显感觉到马老师是在一线选手。好，那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相互学习，相互学习。真的很好。好，那我们上午课题发布和这个马老师的介绍就到这里。哎呀，民生新闻，马跃龙老师，就是子琪刚才就说他身上那个气场有点不同，你什么感觉？马老师给我更多感觉有一点像民警，正气，他五官长得就对，很正，然后身上有一种信念感。对，而且说话什么很直接，废话少说，废话少说，这种废话就不要说了。快刀乱麻，快刀乱麻。各位平时看民生新闻看得多吗？小时候看得多。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可能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是一个时间段。我们小时候各个城市有那种都市报，然后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看起来就特别就能抓住人的眼球。子琪小时候是电视上看的比较多。对，因为我们看浙江卫视，看的是。类似于1818黄金眼，很火，在网上也火。当时是很好看的
一个民生新闻类节目。是的，是的。哎，俊林，你们课上是不是有专门的相关的课程？我们有民生新闻的那个课，然后一般有播报啊，然后也会有自己做片子的时候，然后我也做过那个民生新闻的片子。你做什么？确实不容易，就是要去采访，自己写稿子，然后剪辑，就是一整套流程下来，真的很不容易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刚好那天早上上完民生新闻课，我下午去到一个商场里边，然后我在一个卫生间里，跟卫生间的保洁人员在卫生间门口聊了20分钟，然后我挖掘到了很多他身上的故事。我其实很想以那个切口做一条民生新闻，然后可能在我们课上面，可能作为作业或者展示，但是他当时拒绝了我录音，然后说算了，我们聊过之后就好了，然后你就不要再往后进行了。所以说当时我也说那好，那我也没有录音，然后我也就没有往下进行了。但是那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其实对我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他刚才在说到卧底暗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学校之前真实发生的一个情况。大3的实习生，就是武大新闻系，这个男孩也是我们辩论队的，很熟。他去实习，就被选中到富士康卧底。10年春，他卧底了28天，因为他的形象到整个民工的队伍里去毫无痕迹，然后写了一篇就是卧底富士康28天手记。然后他出来之后，把新闻稿成文，南方周末就发了富士康的10几连条的新闻，就是他在卧底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你看刚才这样的报道，民生新闻很多时候是集中在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其实所有涉及到要暗访的，都涉及到结怨。想想这样的新闻，如果是每天刚才说的播那么多条，得得罪多少人呢？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他身上有那种极强的信念感？因为没有这种信念感的人做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能支撑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那种黑暗里匍匐前行，而且播出来，他名字就出来了，脸也露了，是危险的。所以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新闻不只是可能只有我们平时热搜上看到的娱乐新闻呐，或者等等，它背后有非常多真实的在生活中的民生新闻，这是要勇气的，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我看到马一龙，我心生敬意，真的不容易。我觉得真了不起。我有一个同事，焦点访谈的叫曲长英，然后他就长得人畜无害的脸，特别适合当调查记者，然后学啥像啥，就扮演什么身份你都觉得他不违和。他去调查一个矿难事故，就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因为就层层瞒报。然后最后怎么点清了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呢？就直接潜进了太平间数人，就搞清楚送进太平间的哪些是因病来的，哪些是自然死亡，哪些是这场矿难来的时间、数名字，然后和掉落在宿舍的一本矿工的通讯录一一做比较，然后数完了之后，再把这个通讯录上的人历时几个月去他们的家乡一一核实人还在不在。所以民生新闻看起来有些是家长里短，但是有些就是一家一家的希望。像您刚才看到他们一个人要做一整个流程，就采编播配，然后所有的细节都要完成的时候，您觉得对他们挑战最大的会是哪个环节？其实落实事实本身，对这些就是其实进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实习生来说是非常大的难度。我们先不说你后面怎么解决，怎么推动改变，怎么提出观点，先落实事实本身，因为你得到的是一条线报，对吧？是线。但是你怎么知道说这个线报就是真实的事实呢？在不同的视角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民生新闻，有一个医生在电梯里劝一个老大爷说：“你别抽烟。”电梯里不让抽烟，然后医生就出来了，然后老大爷就生气啊，就吵架生气，然后过了几十分钟之后，老大爷突然心梗就去世了。我刷到过这个，对，有对，所以在这个新闻当中，请问新闻事实里面谁说的才是事实呢？
因为都是转述，对吧？因为在电梯里只有他们俩，对不对？那谁才是能够还原事实的人呢？我应该依据哪些信息来还原这个事实呢？所以落实事实本身，我觉得是民生新闻的第一要素。所以新闻伦理有一个多信源交叉检证，对，这个要素既必备，但是对于所有的这种新闻人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挑战，确实如此。好，那我们根据刚才全林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这绝非易事，而且对他们来说，2天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时间有点不太够。2组，那到底他们现场的呈现到底如何？来到了新闻现场，又有什么趣事发生？来，我们一起看第2段 VCR。一起才叫拼。百事一起拼，渴望就可能。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第5个课题了。非常不幸的是，我还会和于哥在一组，当然是开玩笑的啦。跟我于哥合作非常的愉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于总的这个最终的成片，期待一下子泰一战封神。朗姿，我们商量一下不？我们的就是选题往哪个大概的方向选？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稍微符合一下咱俩的特点？对，就是我们两个做不了太沉闷的话题，对吗？我们要稍微轻松一点的。对，就是稍微轻松一点，然后呢又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解读，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就带领着大家有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比较重要。可以，对啊。大家回自己座位，我准备发邮件了，每个人回自己的工位。回自己的工位，好吧。OK。没事，不用盯着，发之前会跟你们说的啊。先放松，准备接收邮件。我是邮箱的 VIP， 为什么不是我先收到？你坐1等座就能比别人先到吗？说得好。那我会先上车。它都是一样的道。邮件我已经发送出去了，现在是1点，要在下午3点之前把各自的选题确定好发给我。来了，选题来了，要开始抢了。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正对苏州河，每天下午有市民游泳，则安全隐患。野泳。11号楼2部电梯，均在暴雨期间出现严重漏水，现被物业维修部负责人告知电梯早已到了报废期，这对居民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电梯漏水。家里老人76岁，被所谓的理疗养生馆洗脑，连续打了3次110报警，但他们手续齐全，110无法解决，打12345说要15个工作日。位于浦东新区路号商铺门口，常年都有辆3轮车占用人行通道，存放活禽进行售卖，每日凌晨4点左右都会鸣笛，十分扰民。活禽售卖。我要感谢一家饭店，在过去的3、4年里，风雨无阻的为我们独居老人和重残老人免费送餐送饭。这声感谢，我们想大声的说出来。爱心饭店。这个感谢正面的新闻报道。足球是一家全国性的体育机构，今年突然公告说无力经营，教学活动都停止。但是很多学员和教练也有感情了，教练想把续存的学生接下来，但其中的审批流程主要是资质，据说很慢也很难。哇！谁先选完，我会在这个板上把各自组的选题写上去，选过就不能再选了。大家觉得这几个选题里边，哪个最难？最难啊！难度很难，难这东西。难的地方不一样。反正我是觉得鸡是真难拍。我就想拍这个，就想拍这个。活禽一听好难。活禽交易的这个就得暗访。
而且关键是养鸡的这个东西啊，你连线的时候不太好展现。对，他在中午直播间养鸡的早就走了，那个点儿都卖完了，人家都赶早市。现在活禽禁止活禽交易啊？对啊。哦，所以就是菜市场也没有活禽，没有，整个城市都没有，只能卖那种冷冻的肉。对，你可以宰杀以后。真的很难，怎么弄？因为这个活禽是真绕不过去。他如果卖点其他农产品，你摆个摊儿，占道经营什么的，我们还能想想。这个活禽，其他农产品的角度就可以拉开。对呀，对呀，我们就解决市民需求。是真难。活禽它有一个硬杠杠在这不能交易的东西。就是它的解太简单粗暴了，就是只能把它给取缔了，然后让它不能再来摆摊了。活禽交易这个确实难。然后好人好事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边倒。他要从这种再打破就是之前可能作秀，然后现在来再印证，又有2年的时间了，他还在没在送，以及送的人数是不是又扩大了？所以这条新闻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新闻人回访。有点那意思，重返现场。就是我现在坚定认为，饭店和那个电梯选题是比较好做的。这个去的时候心理压力应该会很小，因为它是做一个正面报的。电梯呢，要想做好的话呢，就是要把楼上楼下的这些本来不关心此事的，或者是不愿意参与这项自治项目的市民，关注到这个电梯安全隐患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新闻好在它有解。这个是难，但是有解，可解。电梯这个比活禽交易好做一些。大家觉得体育那个怎么样？我觉得它很丰富啊，就是又有跑路的，倒闭跑路的，然后呢又有教练留下来的，要继续负责的，可以做教练和学生的感情。对呀，看看实习生们怎么选的吧。哇，这几个我听得头都大。开抢！可以讨论了吗？我觉得，就我们选这个。因为首先前段时间不是刚提出说要改个体这件事情吗？我们就可以看在这个政策之后，这个是就现在是怎么做的。但是这个我们需要联系的人很难联系到。这个不难啊，这个你去一个是跟当事人联系，一个是我们去找物业去找维修部的负责人，就是它主体很多。我是觉得第5个会更适合我们做一点。但是就这件事情它已经有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件事情它已经有了。对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可以做一个延续。我是觉得它不够新，它就没有什么可做的内容，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就是要找个新的东西啊。你先让我想一下。哎呦我天哪，完了这一组一开始正面起来了。想了，第一组谁？他已经有人选了，是那个。彭征他们吗？哟，爱心饭店。我是觉得最容易的是这个，觉得再有这个字儿，第5个。对。500万800万，我决定。这个就是一定要快刀乱麻呀！天哪，那正面报道啊？对，我告诉你，正面报道不好报的，千万不要以为正面报道好报，是吗？就是你要挖到那个内心一暖，是个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对新闻稿就它的文笔啊这些有要求了。第5个被他们选了，就是你选那个。快选！我觉得136 OK 的，就是现在定一下下，再讲2分钟30。我说他们讲话已经开始偷偷摸摸的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那个话题竞争，生怕把那个抢走了。主要现在吧，天气热，然后8楼确实就很热嘛，然后再来这个问题解决不掉，其实是因为他们这几方会互相推责任，也还可以，还是让他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对吧？我觉得我们选这个吧，我是觉得啊，电梯损坏我们怎么去拍？对，我们能拍啥？对，我们再想想，
哦，来了，旁征。旁征，电梯漏水。犹豫就会败北啊！啊，果断就会白给啊！你的电梯也被选了。 2组已经选完了，还有2组，抓紧啊！我们想做的2个都被选了，要命，2个都被选了。剩4个了，赶紧，赶紧吧！再犹豫那个也没了。4呢？如果4能采访到当事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现场没有办法做呀，我们这现场明天直播播什么？现场我们就直播，比如说在这个范围内，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我们听爆料人说，让爆料人去描述他听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如果我们练采访，他万一那天4点没来呢？我们不是凌晨4点采访，不是采访，我们做拍片子，你得呈现这个东西吧？都是问附近居民要视频，他们肯定会拍的。如果没有呢？就你不能确定，你知道吗？ 这就得暗访，我觉得暗访是难的，我觉得我们不要碰这个，不要碰暗访什么？那我，你先让我想一下。他担心也有道理。My God， 我们做6个吧，好不好？我觉得只要能采访到学生和教练的感情线，就能出彩。第6点我大概想了一下，哎呀，又撞了。我觉得首先。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体育机构，那它能开到全国，为什么它的资质一直批不下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像这种全国性的，它的资质都批不下来的那些小成本的小体量的，那他们的资质是有还是没有？能不能办下来？这是一点。我觉得体育机构这个我有想法，国情那个我是没有一点想法。我觉得第6个话题我找不到突破口。你先让我想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他有学员、有教练、有家长，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采访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多面的一个事件。我觉得6比4好做，6起码有拍摄对象，4的话我们就要暗访。快点，快点，快点！考虑的太多是也不好。好家伙，他们选6了，肯定。 你看，又没了，又没了，就是活鸡，活鸡就是他的。我想了就4吧，但4，哎呀，4个暗访，没事做吧。选出来就很好，我觉得这能拍，迎难而上。是。要不4，确定吗？那我发了。那咋办呢？好，活群是吧？那就4，快，可以发出去了。 家禽对不对？对，家禽那个。我觉得选的有点难，4其实挺好，就唯一的点就是你要4点起床。没事，有办法，总有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哎，这次还要自己制作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挺复杂的。别担心，让我们来摁一下华为 M Pencil Pro 手写笔笔尾，小易就能来帮我们了。哇哦，小易，我想知道民生类节目的类型以及受欢迎程度排行。 哇，他这样就开始帮我们搜集资料了，是吧？对，你看已经出来了。民生类节目是电视媒体中，小易真的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查找资料的时间。小易可聪明呢，而且年年比深，还能帮我们快速识图搜索呢。你看，一圈就圈出来了。哇，好全面呀！小易还可以深度思考，小易真的帮大忙了。有一个问题没问。 是吗？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觉得这个选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日播节目，必须得有东西撑，有容量。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宋阿姨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但其实不止宋阿姨希望我们感谢他们，就所有受贿的人都其实都会感谢他们。再想深一点，子弹，再想深一点，
你想表达什么？这个选题能够被拿上来，是因为不止宋阿姨想让我们感谢，她其实是会给当地的，你知道不？至少长桥区，或者是长桥区范围更大的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他们在做的一些事儿。你说的这个最后你想落在哪？养老，以及就是留守的老人，然后空巢老人的现象，这些事情未来怎么解决？其实这就是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一个解决办法。是，但是这种慈善的东西，你只能宣传，你不能说。是我们就是先抛开这个议题，我们把思维发散一点。这个事它其实背后牵扯出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一开始我乍一看到它，我觉得这个事很简单，它不就是感谢一家饭店？但是你后来想想，不是的，这个东西，它之所以能被拿到成为一个选题，它背后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社会问题。对啊，爱心饭店就给这些老人免费的送餐嘛，懂了。所以它背后有社会现象嘛，而不是单一的好人好事嘛。他想往后引一步，感觉他通了。对呀，子泰可以啊。就我觉得可以，我们把落点放在，其实这种善举，它之所以能持续8年的时间，它不仅仅是这个商家一人所为，而是他在他每一年的付出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老人们的回报。当他们付出善举的时候，会发现善举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在抛出这个善意的时候，善意我也会接回善意。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落点放在这儿。对，就是我可能表达的现在没有特别清楚，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很认同。是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比如我如果是长桥区政府的人，我说我们区这么多老人，这么多留守老人，这么多独居老人，我说这群老人怎么解决呢？这个时候突然，饭店站了出来，我给他们免费送饭，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高兴。就你怎么通过爱心餐来体现养老呢？就是我们其实它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是一个呼吁，如何呼吁现在我们的社会形成这种爱老的风气，这是其一。其次是如何找到一个解决留守老人饮食问题的一个办法。大概了解我的意思是吧？我理解。这是好，这是对的。对呀。妈呀，发力了，聪明的大脑占领高地了。哎，阿姨，哎，宋阿姨您好，您是宋阿姨吗？对。哎，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东方卫视的实习记者，然后您之前给我们的提供的一个小的这个信息，我们的编辑已经联系过了，然后现在我们来跟进这个事儿。对，因为我看您之前说想要感谢一家饭店，给咱们附近的这些老人们免费的送餐。多年了，就是之前就送了。它其实是一个在体育馆已经经营了大概有10几年的这么样一个机构了，但是今年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突然就停止教学。当时的问题是整个2部电梯都浸在水里面了。而且是浸了12个小时以上。这么长时间啊！他们给送的这些老人有什么条件吗？一个呢是卧床的，一个呢是独居，还有呢有的残疾证的。然后这个电梯呢，物业这边也跟我们说，早就超了报废年限了。这个电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去处理说要换新，或者说去牵头说要改造之类的都没有。对，物业现在给我们说，让我们楼自己找代表出去牵头做这个事情。后来呢，有一些这个教练和网点的负责人，他们自己会出面，把教学和日常的训练能够继续下去。咱一会儿微信跟您约时间行吗，阿姨？行，我加您微信了，哎，好，麻烦您了，哎，好嘞。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来。我们现在主题已经确定了，我觉得就是看一下我们明天到现场怎么样会更加快速的，然后相对全面的把我们想要获知的信息全部都获取到位。哇，又要看到庞总雷厉风行的工作。就是这个事件它涉及到的一些不同的人群，这个想法跟我一样。然后再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不知道它那个恢复了没有，然后当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那个轿厢里面它有水，它水深有多少，然后它的那个滴水的时间持续了有多长时间，然后泡完水之后，有没有人就是及时的来介入、来维修、来处理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是我梳理出来大概要拍的一些素材。
然后就这些。OK， 那我来补充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是还蛮重合的，就比较一致，我们明天直接执行就行。然后像我这边的话，我想的是电梯损坏的原因，它其实除了说像这个是因为具体的点，其实还有一个。说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新小区还是一个老旧小区？因为这两个的相关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老旧小区的话，我查了一下，基本就是你说的防水破裂、老化、排水堵塞等等的这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新型的小区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充分考虑极端天气下的防水能力的这种设施的短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梯损坏的这几天，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出一些事故？然后对吧？我天，他俩太清醒了。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很清晰啊。我爸呀给我打电话，我就先接了，没事，我给阿姨打。喂，没有事情，我在工作呀，我在加班呀。哎呦。我没有听到电话，我手机是静音，我现在会议室里。有人啊，当然有人，我同事现在在我旁边呢。我说了，我手机静音，然后我在加班，我已经说过了，你不要拿你们的那个工作方式和节奏来算我们，好不好？不一样。我没有一直在加班，但也不累。哎呀，我天哪！没有，我都说过了，没有，好吗？我现在在工作。哇，这个太扎那个庞真的心了。对呀，庞真多想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好了，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吧，好吧。好，再见。我真的服了。没事，喝点水不？没事。哎，今天咱们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好了。反正我们明天到现场，其实准备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蛮长的。理完了，我们互相对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好吧？没事，理解。我还希望有人能给我打电话呢。没事，快了，很顺利。我就没有参加艺考，就是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学校报名嘛，然后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父亲非常的震怒，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参加艺考的话，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就是非常的一个坚决的态度。那如果现在拿到了实习的机会，你就要辞职了，那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再次勃然大怒？我觉得他一定是会的，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先告诉他。我想我应该也会先稳定一段时间，调整好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和状态，再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去跟他聊一下。这很难啊，这个。此时，可爱的冯成朗开始感到后悔。你不是这样很有挑战性吗？我就把这个挑战。新闻不是要求稳吗？咱们刚开始说的求稳，没事，选了个最难的。来吧，我们先看视频。对。
太荒诞了，我真的老想拍这个。喜欢是吧？3点半开始打鸣儿，这谁受了呀？在城市里，谁听了谁不想拍啊？他这事儿其实本身挺幽默的，挺黑色幽默。我觉得要是我拍的话，我第一个镜头应该就是一个打鸣儿，嘎嘎嘎，然后透出外边那个透视关系，外边是黑夜，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人在家里摔枕头，你知道吗？3点半，这白拍了，你白拍了。3点半，你拍了个 TVC 啊？对，我很想搞这种，这觉得太荒诞了。但如果打鸣的时候，那边那个居民楼突然有灯开了。那就是个新闻镜头，你拍那是一个戏剧短剧镜头，或者一个灯开了，然后剪影是一个人在屋里砸东西，不能那么小的。就挺吓人的，这个声音挺大的。其实无非就是家禽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家禽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出现在市区里边。活禽，而且这个海鲜店饲养这些活禽的人是不是那个海鲜店的店长呢？还是说他们只是一个卖家和买家的关系呢？就他们中间是否有一条产业链？我觉得它有几层意思啊。咱们先理这个新闻本来给我们的信息。首先，第一点是它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个3轮车占用人行道，对吧？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第二个是活禽进行售卖，这是2件事情，对吧？那这个就引发了说，一个是卫生安全隐患和扰民，对吧？对。我们先把它的点先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得先理脉络，就是我们先讲什么问题，我们得从一个小点切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再挖出来。就是首先可能引入的点肯定是那个扰民，对吧？然后从扰民这件事情来，我们再来引申。我们先基于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扰民，然后我们要去追寻这个声音的来源是什么？对，声音来源，然后声音的来源发现是在一个3轮车是吧？对，而且是这个3轮车是占道的，他占了道然后去卖这个鸡。然后我们再追寻3轮车的源头，发现是这个店铺，对吧？为什么海鲜店卖活禽呢？我们要跟个人爆料的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求证一下，我们可以给城管打电话。这个是跟城管的沟通，我们就这样确定，我们先来做整个视频的布局，好吧？对，视频就这个新闻我们应该怎么理？对，因为我们明天拍的东西都是会回到这个小片里边嘛，那我们就先确认我们素材需要多少，我们再去定具体的问题，我们明天是要拍到什么，然后再放到这个小圈里面，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传大师姐，能力真强，这都是能直接拉出去干活的就。我觉得就是对于活禽，它的经营范围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条文的规定？直接在网上搜一下。上海市相关规定全市范围内自2025年1月1日起暂停活禽交易，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买卖活禽，就只能买死的是吗？就比如冰鲜的那种。那这个就是直接违反这个规定了。那这就不是占不占道的问题了，是售卖活禽就是个问题。占道经营，要不我们不要讲了，我感觉有点太小。就会简单提到，比如说他就直接提到这一句话。对，反正放到扰民里面就说嘛，就说是在什么什么。他扰民，第一就是占道，第一就是噪音，第二就是噪音，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带。对，说的特别对，赶紧的。我们给他打电话吧。刚开始现在吗？对，我们越早打越好。我觉得就现在就打，别犹豫了。咱刚犹豫没抢到选题单，现在就别犹豫了，直接冲。我觉得问题已经就有的问题你是得多聊你才能聊出来的，咱俩现在在这空想。那我准备录音。好，那你直接录吧。喂，你好。哪位？哎，闵女士，你好。哪位？哎，我是那个上海电视台的实习记者，我是你好。哎，您好，您之前的爆料已经有上海电视台的编辑跟您联系过了，然后呢，现在由我来跟进，所以我们想跟您联系，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和您的一些诉求。是啊，就是这个路后门口人行道上，它这边就是不仅是
占道经营，然后他这边又是常年都是售卖活禽的。明白，他现在是每天从早到晚都还在那里吗？因为我平时上班，可能我能掌握的时间段就是我在家的那个时间段，比较受影响的是凌晨的3点到5点。3点到5点。好的，因为这里面您提到说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售卖者，还是说他是一个店铺？那我不清楚，因为他这边他是我们那边卖海鲜店，就是他好像是个卖海鲜的地方。哦，明白，那就是他那个店里您也没有去过是吧？对。那就是你没有去过那个店里，所以就是你也不太知道它里面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卫生情况啊，或者是否在那里面杀鸡之类的。我只路过，我记得他们就是卖海鲜的。哦，就是卖海鲜的。对的。就是也不知道他的那个菜单里有没有鸡这一项。那我不清楚，因为我不买菜。明白。那您这边就是有什么，比如说相应的就是需求和诉求？就是卫生方面的一个需求。对。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他这边每天3点半左右就开始持续的就一直打铃，时不时就打铃。明白。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明天，因为我们明天会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现场的采访探访，可能想线下跟您沟通。您看您明天的时间是 OK 的吗？明天是凌晨吗？没有，明天是下午的1点，就或者您可以早一点，12点。这样。我这边是在上班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在上班。爆料人不接受采访。对，刚才打他出镜意愿不强，要上班啊，时间啊。那您就是几点下班呀？平时？5点下班。5点下班。那您今天就是5点之后回家之后，因为我们等会儿今天我下班有事，可能到家可能也蛮晚了，可能要9点左右才到家。行，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要先去那边就是看一下实际的情况，然后到时候晚上如果说就是您回来了之后，可以到时候给我发个消息，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见一面，就沟通一下这个情况。但如果说今天实在没时间也没关系，然后您看我方便先加您个微信吗？好的。是这个号码吗？是这个电话。好的，好嘞。好，我们微信联系。好的，谢谢您。好，再见。线上沟通呢，跟他中午的时候，或者我们不要线上沟通，我们把他刚刚讲过的话全部转述出来。可以转述，但是少一个受访人就有一点。关键直播连线爆料人不在，磕呀，聊一聊磕呀，看看他们。我觉得，今天晚上半夜偷偷的去那个现场去采访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呢？现场就大一点，你觉得会不会有东西？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吧。怎么开始捂麦了？光捂自己的呀，这傻孩子。我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能看到。今晚不一定，我也可以，明白。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今天去采一些画面。刚好我们今天不是挺好看的吗？假装拍 vlog， 然后呢就是去买鸡肉或者去这个海鲜店探店什么之类的。经过一下，我们就经过一下，我们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吃，我们假装去吃饭，然后看看它里面先有什么菜，有没有卖鸡。对啊，我们就假装去吃饭嘛，就漂漂亮亮，咱俩就是一个拍 vlog 的博主，怎么了？对呀。对啊，就没关系啊，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可以，那我们走吧。他们2个人彼此说服，决定了去吃海鲜喽。出发，天有种出征的感觉。你觉得这样假吗？什么假吗？这样假吗？哦，你放这儿啊？对啊。
不假啊，完全看不出来，我都不会注意到。你那样能拍到吗？能拍到，这个镜头是可以拍到的，我觉得。你这口袋还挺好用的，看起来。待会儿我就假装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把这个手机藏在口袋里边，就刚好能拍到。但你刚那样可以拍到吗？能拍到，我只要把那个衣领给它弄一下，稍微折一下。但是你那个会翘起来吧？我就这样，这样。可以。我们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做亏心事。不要，我们是曝光他们的违法行为，我们才不心虚。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打草惊蛇，我们今天不要去店里。对，我们今天不要去店里，我们今天经过一下，我们就反正看到什么东西拍什么东西。对，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拍到有人就去买鸡，对，或者有人拎着袋鸡出来，我觉得拎袋鸡走了。他是不是那个海鲜店卖出去的多？我觉得不重要。无所谓，关键是他只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易就是有问题的。对。咱俩等会儿，我觉得咱俩扮情侣是最不容易被怀疑的。我等会就挽着你的手，咱们俩就到那边逛。扮情侣了吗？扮情侣了。演戏会不会必备技能？六。打草惊蛇，千万别，我求求了。搞暗访太刺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独立做民生新闻片就开始搞暗访，我真的。以前只看电视剧看过，紧张，应该是可以拍到。反正我觉得拿在手上也不突兀啊，这样子。他俩去那个会有跟的机位啊？对啊，我也说啊，那个海鲜店老板仿佛看不到有一帮人举着相机在拍他们一样。可以扔固定机位，看会怎么样？哎呀，暗访了，来了！哇，那么多人！等一下，我来个。没事。好。等一会儿，如果那个鸡的那个位置和机位不太好拍，你就假装给我拍照吧。然后你就说我站那边，你给我拍点照片什么，然后你就录视频对准那边就好了。然后你指导一下我的站位之类的。走吧。好搞笑，我们像两个疯了。他们稍微离远了一点，然后走过去。哦，不跟了，机位还真不跟了。他在哪儿？前面在右拐。别心虚，狼子。不心虚。我们是 couple。对啊，我们就是去找地方吃饭。找地方吃饭，找地方上厕所。可以。而且我觉得根本没有人会在意我们俩，我说实话。零人在意，谁会管两个小孩儿？对啊，你不会想到两个小孩是两个小孩是什么？说起我自己都想笑的那种。哪儿啊？哦，在那儿呢。远机位，全都是很远机位的，还是很好的维护了新闻现场。真的，你现在就要开？哦，吓我一跳。我们录音开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拍了，你在拍吗？拍了已经。哇，这个出来就有感觉了。是那辆车吗？不是吧？先走着看看。没事，如果这好多吃的呀，这里。好饿。我点。这个。对吧？啊。好像。就这个。哪里？笼子里。没东西啊。在哪里？看到就刚那个笼子，但笼子里没东西。这个是那个海鲜店了。看那个笼子，那笼子里没东西啊。笼子在那，我没看到那个笼子在哪。我看见笼子了，但笼子里没有鸡。往回走一走。对，等一下，不着急，再往前走一点。在对面吗？那个没有，就在这边。我已经就是刚刚那个。对，就刚那个海鲜店。海鲜店旁边的那个离得很近，但是我没有看到有鸡，他们是不是已经收了？不确保有没有拍下来刚刚那个。但是没有东西啊，我们可以再转过去走一遍，没关系。
但是确实没有鸡，我没看见。走到前面小区，我们掉头走。对，3、2、1，走。3、2、1 ，Action！ 这边好像没什么吃的，我们要不回头？对啊，那边吃的还多一点。走，没啥东西啊，这边吃的。演起来了。哇！把手机插在胸前。这是卖海鲜的吧？看看都有啥。哎呦！来了！这是蛏子吧？来。这蛏子怎么卖啊？1斤21斤。对。我们看看，就只有这2种吗？对，这贝壳类我们这边就2种。贝壳类，那还有啥呀？鱼卖完了今天。哦。鱼虾都卖完了。哦，没有鱼。要不要稍微便宜点好吧？看着。还红。都好的，你看着，哎，这好不好？你看着，哎。不能便宜点。你现在又给你19块，好吧？这咋做呀？他说他给我做，你给他教教。小妹，我跟你说，鱼下面一打开蛏子，我搜一下啊。哎，你搜一下。你让他网上搜，这边做可烂了。是快的，好吃的很。哎呦，还有人设呢，进入角色了。朗子还是有点僵硬，雨佳比较自然。先拿上半斤吧。半斤怎么吃啊？先拿半斤尝尝吧。半斤多一点。可以。就这点好吧？可以。2个人够了，还有别的菜吗？蛏子。17。好。老板多少钱来着？17吧，你进去问问。哎，快开拍呀！镜头。哎，问一下。这是什么肉啊？这是。海鲜店为什么卖肉啊？老板17是不？好。小喵咪，这是你们养的猫吗？咪咪，不理我，算了，好冷漠。17。自己烧啊？对。啊，蛮好的。吃外卖不干净嘛，我们就想着说这想。对的。收了哈。可以了不？可以。谢谢。可以。好。走吧。那个啥肉？那个是？猪肉。那个是猪肉，但是鸡看来是已经卖完了，我们只能晚上再来了。地上有鸡粪吗？好像没有吧，它都在笼子里关着，怎么可能让你在这里有？万一掉出来了呢？所以别看。拐进去，右边。往里走一点，我怕他们跟出来。没那么夸张吧？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一对。他们刚刚都有男人出来了，肯定是要防着了。17块钱，半斤，我拎了有多重？到底演给谁看？入戏了，这是。我们是不是得再拍一些呢？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再拍一些吗？我觉得不要这会儿拍，这会儿拍不到任何素材。行，我是这样觉得的啊。你刚拍到猪肉了吗？拍到了。哦，那就行。我这会儿要跟采访嘉宾确认他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我们先把他踩一下。OK， 我先问一下他今天晚上 O 不 OK？ 我跟他打个电话啊，录一下。对，就是得磕。喂，你好。哎，你好，米女士。你好。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刚不是去了一下那个现场嘛，然后我们去那个现场发现他这会儿应该是鸡应该已经卖完了。对，12点钟的时候它都是卖完的。明白。您说。那你们那么热的天，你们就在那边蹲守着？对，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想着把这个问题就是彻底给它解决了嘛，因为这个确实我们听了，我们自己也感同身受，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想着说是如果能帮您也帮周围的居民解决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好的。如果能通过我们的平台，对，那也太感谢你们了。对，没有应该的，所以就是看麻烦您能不能跟我们配合一下，因为我们是想就是今天明天把这个内容反馈过去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后天就会把这个片子播出，相关的部门就会介入，等于说就是它这个流程就会推进的比较快。所以呢，我们就想着说，能不能今天晚上或者一会儿，您看您有什么时间，我们把就是您的采访的部分就是先拍摄了。
那可以呀。好的好的，好谢谢。那一会儿联系。哎，磕下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您明天是12点到2点之间是可以出公司的是吗？对的。哦，好的。那您看，我们明天中午等您上午下班，我们去接一下您。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就是还是回到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和演播间那边有一个现场的直播连线。也会考虑到您的出镜意愿，就是如果说您在直播连线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想露面，我们是可以给您准备口罩这一类的用品。对。好的。那这边就是11点直播，那也可以呀。对，然后1点这边结束，我们就把您送回公司。好的呀。好的好的。好，谢谢。那一会儿联系。好的好的。拜拜拜拜。OK， 搞定。可以，非常完美。哎呀，解决一个大问题。李佳，他适合做民生新闻，他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他能磕下来。对，我们还得定在哪里采访他。我这附近有没有？我们去个酒店吧，订个酒店。这个订个酒店啥意思啊？那我是说啥呢？订个酒店是什么意思？这个订个酒店啥意思啊？你要给等会儿吗？对啊，你采访他，你得有个位置吧。咖啡店、饭馆。咖啡店人太多太吵，酒店是最合适的。我们去找一个那种私密性很强的地方。好，浪子已经陶醉在另外一个戏里了吗？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点招眼呢，你不觉得吗？这个灯能不能关一下？这地方好招眼呀！我感觉他们要是来这儿，对啊，那反正就把我们看见了。我在想，他们刚不会过去已经看见咱俩了吧？不能，别这么想。他们俩在干嘛？低头伪装，这怎么伪装？他俩太好笑了。准备出发，全程1.3公里，大约需要6分钟。掉头。你觉得我们需要去采访一下那户人家，就他们为什么要买活禽吗？你这怎么采访？咱们都已经跟人家……因为我就想到那个鲁豫老师说的那个什么2元饭店的那个事儿。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个叫2元还是10元小店，我都忘了，不是买小商品的，是一个小旅馆，每个人就只有1张床，很多可能单身的母亲带着小孩，但是那像一个大车店一样，环境非常糟糕。那我们报道了之后，做了采访之后，那地方就被关了。当然那个地方环境很糟糕，但再糟糕对很多人来说，它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所以你说我们的报道是好还是不好？有这个了，这个，哎对，这样做，好，这个边弄一堆，哪天辣椒炒？那天辣椒炒，不要时间长了就老了。你经常来这儿买，阿姨？我们经常来这儿买吃的，蛮好的。所以他在想，报完了之后，人家没营生了。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但他们影响到了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问题比较大的。就是如果你说你就是，就如我能懂那种意思。对，就是他毕竟是违法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但是你的挣钱不能建立在别人受痛苦之上。要是每天早上我被3、4点吵醒，我也真的会崩溃。走，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定一个机位吗？然后我们的要求就是，露出受访人的就是正侧面吧。想想，我们大概是就是背面是吧？坐这儿，然后给一个。不，我觉得还是得拍到眼睛，起码我觉得戴着口罩，戴口罩，你戴下，我觉得可以，老师，那就这样定了。
哎，开门。你去吧。您好，您好。你好，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你跑一趟。您好，您好，您好。您带一点水。哎呦，谢谢，太客气了。哎呀，善良的市民。太客气了。来，请坐，请坐，请坐。热，先凉快一会儿，先凉快一会儿。对，确实太热了，因为我想这里应该也没有病啊。你没关系，太好了。麻烦你跑一趟了，麻烦你跑一趟。真的辛苦你了。好，谢谢。怎么样？过来有点累吧？哦，没有，因为正好下班，我是去我奶奶家。哦，然后我们那个可能等一会儿有一个就是采访的拍摄，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会加入到这个最终的那个新闻片的呈现里面。对。然后呢，就是可能要咨询您一下，就是您的这个是想出镜还是说还是出镜？那我们就把口罩戴上。准备口罩，可能给您戴一下。OK， 那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随时可以开始。好。OK， 您好，女士。请问最近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基本的情况吗？好的，就是常年这边路上，它一直在凌晨的3到5点，这边一直会有禽类的鸣叫。您怎么确定它的禽类是用于售卖的功能呢？因为它每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去，这个鸡笼已经空了，然后第2天它又会补货。那您有看到他们有线下有人交易？没有，我没注意。您在这个店面中有看见过一些鸡肉，或者是已经处理好的鸡肉吗？不好意思，我平时不在家附近逗留，我不清楚。哎，您是有看到过它进货吗？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呢？进货我不清楚，因为可能进货的时候它在晚上，鸡它可能那个时候不叫。在今年之前，你们有听说过别人反映类似的情况吗？没有。但现在事实没搞清楚嘛？有没有？是不是这家店在卖都不知道呢？对。他有没有卖活禽，到现在还没有事实能拿到手里的，间接的证据，直接的。对。OK，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你们了。没事，辛苦了。谢谢您。拜拜。慢走，慢走，慢走。好的，拜拜。谢谢。拜拜，有事给我发消息啊，拜拜。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下预案了。我们再理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都需要干嘛吧？我想让咱今天晚上就蹲那边，就反正睡车里呗。对，就睡车里。3点大概就鸡鸣开始嘛，我们就要拍鸡鸣。对，4、5点去买鸡嘛。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有分蹲到它有鸡和没鸡，有鸡没鸡咱都得拍。但是如果没有拍到鸡，那我们的小片就会大打折扣了。事实不成立啊，没有鸡。你得先弄清楚吧。你如果这确实，5点半买鸡，然后8点打电话联系城管，然后我们期待城管可以1到2个小时之内过来，然后我们在1点之前拍完所有的城管的内容。你想进行现场报道，还是想进行后面的小片的拍摄？我其实都行。我也都可以，但我现在我会觉得你其实跟那个嘉宾的交流会比较多一些，他肯定会更信任你一些。那就是我就跟他现场采访。对，好，走吧。速战速决，说不定他们现在都开始补货了。出发。你先等一下吧，我先卸个妆。我的天，11点22分。他蹲在什么地方来着？哦，车里。车里。你是不是有吃的呀？这儿饼干，好多包，你自己拿。袋子。1点15，他们想拍到补货。我现在都怀疑一个点，就是其实他们不一定每天都有鸡。有这可能性啊，但我们蹲还是得蹲的。对他，我现在在想，他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夸张化了呢？就发现这位女士是说着玩的。啊？您是有看到过他进货吗？进货我不清楚。那您有看到他们有线下有人交易过？没有。听说过别人反映类似的情况吗？没有。
你知道他要给你发他的投诉截图吗？嗯，好多他非常多的投诉记录。我们经常会当时接到线报，最后线报本身有问题，这是非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做好预案吧，反正现在我们开始做预案。对，我觉得做一下预案，就是说万一没有鸡，我们应该怎么办？没有鸡，我们就按照刚刚的思路来，就是我们就群采。反正如果我们今天抓不到素材，我们就去采访那店家、路人、居民、保安。采访完之后，带着这些东西去找城管。反正我们是有证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来这儿就是想实地把这个证据抓到。鸡神，今天你是我的神，来吧，求求了。